台湾忠烈祠找到了我外祖父的黄埔军校的照片，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显然是我外婆是一个书香女子。就是我上大学过后，我带的很多文言文回来，她很多书回来，她照读不误。我母亲呢，就对她的父亲恨之入骨。你可以想象，17岁的少女突然等来的父亲是不认自己。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听你母亲和外婆讲这些故事？那我从小在文革期间，那是这个话题是禁区，我母亲是碰都不会碰的。我母亲从小培养给我的就是仇恨外婆。其实在你的好多文字里头说过你的爷爷那辈和曾外公，然后外婆母亲这条线，就是童年你的那个家族史，但是就是给到你什么东西的？先从母系讲起。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2条河流的汇集才诞生我们自己，一个是母系，一个是父系。母系也是我的，先说我外婆的父亲，那就是我可以叫曾外祖父。我外婆的父亲呢是湖北汉川，是一个县，是江汉平原上汉水边上的一个重要的县，是汉川县的一个乡镇上的读书人，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话说的士绅之家吧。那他的父辈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无从知道了。中国人一般来说很难知道4代以上的故事。我这算是对家族史有兴趣的人，我也只能推到我曾祖父这一代。他竟然就是民国清末民初，具体的年份连我外婆都说不清楚。他就是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而且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他为什么能留学日本呢？这个我就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在我很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候，外婆跟我讲她的父亲，她只能讲清楚，因为我外婆的母亲，亲生母亲，在她7、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他的父亲就是我曾外祖父，又娶了又续弦了又娶了新的妻子，就把我外婆寄养在一个我外婆的亲人家娘家寄养，然后他就去留学日本了，就是我外婆的父亲就留学日本了，去了日本大约8年。这个是我外婆亲口讲的，我母亲也亲口跟我讲的。那对我母亲来说，就是她的外祖父，她是知道的。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进入中华民国了。在中华民国，他应该是20年代末还是30年代初左右。被聘到了甘肃省某个县里面当法院院长。民国那个时候已经每个法院，过去在清朝嘛，就是县官县令断案了，在民国就有了法院了。他是成了那个县的法院院长。对他的历史我只知道这么多而且这都来自于我外婆和母亲的口述。
建国有那个就是我母亲的舅舅那一辈人，我还见过一些，他们的回忆，但是我没办法从史书上去查这些资料，我也没兴趣去详细查他的资料了。比如说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录，我也不懂日语。比如说当年甘肃省的档案馆有没有历代的法院院长的这些，没精力也没时间去查这些，这来自于口述。那么我的外婆出生于这样一个在当年可以留学日本的，那就是类似于鲁迅、郁达夫啊、蒋介石这些人都是留学日本的，这影响了中国一代历史的人，都曾经东渡日本留学，包括我们这一门张黄学派的祖师爷张炳麟、章太炎先生黄侃先生，这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那我可以想象，就是我的曾外祖父当年也算是新朝青年，才会东渡日本去学法律，而且中国在古代的没有正规意义上的法律，虽然历朝也有律令等等这些东西，我还记得很清楚，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外婆经常教育我。那会儿在利川，你想我的童年是文革，我的外婆经常说：“哎呀，你长大以后要是去当律师就好。”那会儿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那会儿没有律师这个职业，但来自于我外婆的口中，会是对我一个儿童这种寄望，而且我那会儿毫不懂律师是干嘛的。那显然他是知道他父亲从事于这个高尚的职业，他认为这个外孙就应该走这条道路，这是插到闲话。那我外婆因为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呢，她是虽然母亲去世很早，父亲东渡很早，她在娘家长大但是她是受到了新式教育，她是读书的女人。中国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我的外婆是读书的人，那就是也就是说是中国的传统的已经比较开明的家庭才会让自己的女孩去上学上私塾。我外婆跟我讲过，她是从私塾学会的识字、识文断字。在哪里读的私塾？他的私塾到底是在汉川读的，还是在他的被他父亲寄养的有一个武穴县，在长江边，武汉的武，洞穴的穴，武穴县。现在这个县改名了，叫广什么我都忘了，是在那儿上的私塾还是怎么回事？总之，我的外婆是能够读古书的人。就是能读文言文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乡村识字班出来的人。为什么呢？不仅我从小就是跟着他学繁体字等等这些，更重要是我上大学过后，我带的很多文言文回来，他很多书回来，他照读不误。也写书法，老太太还一个人没事的在家里还练书法，就是显然是我外婆是一个书香女子然后她的父亲从日本回来，到甘肃去赴任，那就应该是20年代了。这个推算得出来的大致年份应该是26年、2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我曾外祖父到甘肃赴任之前，要解决这个长女，我外婆是长女，要解决这个长女的婚姻大事。那跟汉川县二河镇相对的
挨得很近的是湖北著名的天门县的甘邑镇。宜是哪个？驿站的驿，甘就是现在写成干部的干，古代写成乾坤的乾，啊，这是个多音字。然后甘邑镇呢就有一个大户人家，那是也就是说几代都是大户的，在甘邑叫刘家，甘邑、刘周两家。是甘邑最大的2个大家族，都出了各种人物的家族，回头再讲那个周家的故事，刘周两家又有一些姻亲关系，这2家在甘邑镇就是最大的士绅之家。那么我外婆这边是刘家。二河的不是陈家，跟甘邑的刘家2家就是我曾外祖父和甘邑这个刘家的那个，就是我的曾祖父，他们又是同年科举的这种关系，曾经参加过科举的同年，在古代同年就是同学的意思吧，因此他一直就是好朋友。刚好刘家生了4个儿子，其中的3少爷是从军的，那会儿是国民革命军的，是蒋介石的部队。而我们我外婆也到了适婚的年龄了，于是2家的父辈是好朋友，就把我外婆有2家家长就订婚，把我外婆许给了刘家3少爷。刘家3少爷就是我外祖父，叫刘继律，就是遵守纪律这个纪律。字，古人都有名有字嘛，姓刘，名继律，字学坊，下雪的雪，划船那个舫，一个方舟的舟边上一个方有雪芳，字雪芳。那我这个外婆嫁给了，我外婆姓陈，嫁到了刘家来，就生活在甘邑，就嫁到了刘家府上。而我外祖父那会儿是青年军官，然后是黄埔8期的，后来又是保定军官大学的第3期的，这个史料倒是都齐全了，台湾的忠烈祠里面也都查得到我外公的资料，那他就算是正规的黄埔系，正规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我外婆等于嫁了这样一个青年军官，但是这个青年军官呢，从军的人嘛，结婚了。我外婆怀孕了，生下了我妈妈，大约每年这个军官也就回来1次，那这都不可考了。总之，我母亲才10多岁的时候，武汉就沦陷了，日寇就来了，那我外祖父。随着蒋介石，最初我外祖父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又怎么样变成了云南省昆明使馆区的司令。这个懂民国军事史的人都知道，民国的它分成使馆区、团管区、营管区，使馆区司令相当于现在的昆明军区司令。那您到昆明那个武官训练场那个学校很有感觉啊，
就那个。是啊，那个我们现在还有一支人，一支家族生活在昆明，就是当时随我外祖去的啊。那个，也就是抗战8年的时候，我外祖父是用今天的语言解释，就是相当于昆明武装部部长，负责招兵呐，负责整个后勤支援呐，这叫使馆区的责任，他是使馆区司令。然后期间呢，又当过远征军邱清泉的参谋长，这都是有记录的。邱清泉呢是国军的名将，后来在辽沈战役的时候被共产党给灭了的，这是远征军的青年名将啊，邱清泉。邱清泉，泉水的泉，这个你网上一查就出来了。我外祖父做过他的参谋长，我外祖父跟他好像是黄埔同学，这个我没详考了，或者曾经考察过，就再也没记忆不详了。等于整个抗战期间呢，我外婆和我妈妈就在沦陷区，在天门。外祖父他随部队到了昆明，两边就失去了联系。在那样一个战乱的年代，他也无从联系。然后我外婆怕我母亲那会儿真是青春少女了，在沦陷区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怕我母亲受到侮辱，就托亲戚把我的母亲就徒步带到了湘西，我的就外祖父的大哥在湘西经商，对于我妈妈的整个抗战岁月是在湘西度过的。湘西那个日军也没打进湘西，因为山高林密也打不进去，就像鄂西、湖北整个沦陷，就我们恩施完全没有沦陷国军第6战区司令部就设在我们恩施，陈诚就守在恩施那湖南也没有沦陷，湘西也没有沦陷，我母亲在那儿度过了她的青春期，但是跟父亲毫无联系，等于他在他大伯家，我母亲的大伯家，就他的父亲的大哥家里面度过了他的那个战乱时代。等到1945年日军投降，然后国军从云南纷纷回来用共产党的话说是下山摘桃子，这完全是污蔑国军，就收复失地所谓光复天下。那我外祖父就回到了湖北，回到湖北退伍了。他可能在那一刻意识到战争接下来的内战太危险了，他成了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这个在湖北的档案馆里面有记录就我外祖父。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昆明期间，因为不知道我外婆和我妈妈是否还活着，因此他在昆明重新娶了一个房太太，又生了2个儿子，等于他重婚了。而且这个太太是个资本家的女儿，他作为一个青年军官呢，大约很想娶下这门小姐，于是隐瞒了他在家乡天门还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女儿的历史，他隐瞒了这个历史。等他认为在战乱区，因为那个时候刘家大院都被日军轰炸过的。其中的那个2嫂就死于这场轰炸，就是刘家大院轰炸，把那个我外祖父的2嫂都炸死了。我外婆讲过这场战乱，对他们的伤害。
那个伤害反而不是来自于日军。那会儿这个天安门呢，日本虽然占领了湖北，它并没到每个地方都有政府，很多地区就是几股军事力量的割据争夺之地。天安门就成了新四军、国军和日军的，一会儿你占领，一会儿我占领，每一个来占领的，大部分人家都成为了要被勒索的对象。那我外婆就在这个过程中惨遭各种的就欺侮啊勒索，因为你们是大户人家，一定埋得有经营啊，一定是这种吊我拷打这些。我外婆不愿多讲这些事情啊，我听我一个姑婆讲过一点点，就我外婆都被吊打过。然后啊，等我外祖父到了武汉来接收大员嘛，当了建设厅长，还没有回家乡，不敢带新妻子和儿子回家乡祭祖，但是消息已经传到了家乡，很多人家乡人奔走相告啊，就对我外婆说啊，你老公回来了，而且是高官了啊，然后跟我妈说，我妈那会儿已经是青春少女了。说你爸爸回来了。你妈妈出生于哪一年？我妈应该是1928年。38年10岁，45年，那17岁正是妙龄少女的时候。那很多乡民说你爸在武汉来当大官了，你赶紧去找你爸。于是，我外婆东拼西凑，借了些钱给他做路费。我母亲因为已经是走路去过湘西，又走路抗日胜利过后，她一个人走路又回到了家乡，找到了她妈妈，就我外婆。那个历史在我妈的回忆录里面写的非常详细，泪痕斑斑。然后她以只身去了武汉，她父亲在哪儿办公她都不知道，但是她知道，就是他的姑父，就是我外祖父的姐姐，也是等于我外祖父的姐夫，那会儿是湖北高院的院长，湖北高等法院的院长。那我妈妈是知道这个姑父的，首先都找到姑父家去了。姑父一看我妈找去了，姑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内地已经娶了新的妻子，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姑父就把我妈妈留下来，就说你就在家里住着，我来安排你们父女见面，就想要来怎么妥善处理。姑父也很生气，因为在民国时候也不允许官僚重婚啊，这是重婚，它不是讨妾的问题啊。我父亲听说。我外祖父听说我妈妈早去了，不敢相认，也没有什么感情，大约1、2、3岁就远走了，对孩子的整个成长也没有太深的感情，啊，也没见过几面，不敢见他的女儿，这是我母亲一生恨他的父亲的原因，无法面对，到底我外祖父那会儿怎么想的，我也无从知道。总之是不敢面对，就拿钱给这个他姐夫，就我妈叫姑父的我们叫姑爹，拿钱给这个高院院长说你让我妈回家乡去，把这个钱带回去给妻子，就给我外婆。那姑父说你女儿找了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不见呢？这个妇女不认的，你这丧尽天良的事情。那这以下的记录来自于各种亲人的传说，就是我外祖父一直不敢见我妈，我妈一直待在姑父家。我妈毕竟17岁了，也是读书识字的人，我妈身上呢继承了她父亲军人身上的血性。我妈胆子很大的人，她不然怎么会打成右派？
我妈就终于看到一则消息，就是湖北省建设厅有一个庆典活动吧，不管是节目啊，总之我外祖父要去。他听说了这个消息，就自己一个人闯进去，直接怒斥他的父亲，那意思就是这个，那肯定那个酒会上有很多的人嘛，都是当年武汉的达官贵人，让我外祖父丧尽颜面，而且我外祖父气的就是恨不得要把我母亲就是打将出门。这事儿呢，一下就闹大了，闹到新闻界也知道了，闹到我外祖父的后期也知道了，闹到国民党党部也知道了，就责成我外祖父必须处理好这件事情。那外祖父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那必须要回家乡解除跟我外婆的婚约。这个是从法律上在民国的时候都是这么要求的。那我母亲的姑父就拿钱让我妈妈先回到了家乡，说你爸爸很快要回来处理这些事情，一定会把你们安顿好。我外祖父的后期据说也是突然面对这样一个新闻，妈的，你原来早都结婚了的，还有孩子，你一直欺骗我隐瞒我，也是闹得很不愉快。这个太太姓吴，总之外祖父焦头烂额之下，离家10几年过后，回到天安门，回到干邑镇。那在干邑镇是当年的街谈巷议的一个重要新闻。回来首先记住，很隆重。那会儿他当然作为一个省建设厅长，非常隆重的。第二，离婚，逼着我外婆离婚。我外婆是那种3从4德，受教育极深的那种，就封建，我们用今天的共产党的元素叫封建教育，封建文化教育的人，但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妇女的那一套教育下的，非常就先生走了，那我一生就是守活寡，也要守在家里，一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突然来面对以功成名就的一个先生回来就离婚，自己无任何过错，奇耻大辱。奇耻大辱。那个古代的这样的良家妇女不要逐出家门，那是天大的一个事情。那我外婆就是哭的，就是死去活来，晕死，多次晕死。但是我外婆又是那种一生通情达理的人，觉得战乱的原因、隔离的原因不知道，他的解释，我外祖父的解释一定有这种。我认为你们已经死了，我这么多年在外，我也不可能没人照顾啊，肯定是各种理由让我外婆按下了那个手印。在我后来我的青春时代，我姑婆都跟我说，你外婆按完手印就人就晕厥过去了，就恨不得像脑梗一样的昏死。那条件呢？离婚的条件是刘家4个少爷嘛，刘家的家产4份，那3少爷这一份归我外婆和我妈妈，就是房屋田宅，那个依旧居住在刘家大院，就是并不是逐出家门。过去离婚是要离开我们刘家，你不是我们刘家媳妇儿。但是因为我外祖父已经是没有打算再回乡的人了，那这一份就是依旧让我外婆就生活在刘家。
我外婆也坚守我是刘家人，念女不从二夫嘛，啊，虽然离婚了，我还是在刘家生活，我也不会再嫁了。然后外祖父拿一笔钱出来交给我，就是我妈妈的姑父，我叫姑爹的这个徐信院长，湖北高法院的，委托他把我的妈妈接到武汉去上师范中师，用现在话说中等师范学校，让我妈继续受教育。那我母亲呢，就对她的父亲恨之入骨。你可以想象，17岁的少女突然等来的父亲是不认自己的。于是我母亲17岁已经有个人意志了，决定她原名姓刘嘛，我外祖父姓刘嘛，她原名刘凌云，凌云壮志那个凌云。我母亲自己改名叫陈克兰，跟我外婆姓，成功的成，陈克兰。这个名字都是她自己取的，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母亲呢，还是按照姑爹的这个安排，到了武汉上中师。上了中师，很快2年就毕业了。那会儿内战已经在北方打得很厉害了。他大约48年中师毕业就回到了汉川，回到了天安门，回到了我外婆身边教书教小学。到49年，武汉就被共产党占领了。在48年的时候，当我母亲回去教书的时候，我外祖父因为整个内战爆发，突然把他任命为，这都是像冥冥中的命数一样的，突然把他任命为文思专区，现在叫自治州，过去叫专区，文思行营文思专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又重新委任他为国军少将，要他去守文思，武汉死守是必然的。他等于重新已经是文官了的，又重新征召入伍，重新因为他黄埔8期资历老重新直接任命为少将。他带着任命书，带着副官，带着一个警卫，带着后面的妻子孩子，从武汉坐船到巴东，从巴东上岸。那会儿巴东到文思在抗战期间已经有公路，在巴东专车接他，到文思来就要接任他，来最后的坚守文思，想向当年的陈诚学习，想守住文思，堵住共产党的进攻。哪知道从巴东到文思的路上要经过一个石乳关的地方，在那儿被一群两边埋伏好的土匪伏击，一阵乱枪。也就是说，我的外祖父，这就是叫报应。我母亲坚认为是，这就是为恶的代价，不认妻女的代价。被一阵土匪乱枪直接就击中他的胸部了，打死。他当时还没演戏，这个细节都在后来的共产党的文史记录里面也都有这段历史。尤其近些年出来更多的相关历史，关于这场伏击以及后来的国军对这一股土匪的追剿全部都有记录。土匪开完枪了过后，
一看车上已经没反应了，那么多密集的子弹打过来，就冲过来，拉开车门，一看，坐在副驾的穿着一身将官服的国军，知道惹祸了，扭头都跑了。当时他的副官，他们当时外祖父还没咽气，他的副官他们拔枪想要对抗，但是他的妻子孩子在车上，我外祖父说不许还击，因为还击是找死，让他们不要还击，自己在车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最后的遗言就是不要还击。果然那些土匪来了，没有伤害其他人。这个副官一直活到了90年代。我母亲那个在我坐牢期间还去甘邑老家见到了这个副官。这个副官还不是活到90年代，甚至活到了新世纪，因为这个副官就是周家的人，天门周刘两家大姓，就是北京那个周伟师，你还记得吗？啊，老故事频道那个周伟师，就是他叫叔叔辈的一个，这个副官，还口述了整个这个历史。等于我外祖父就48年就被打死了，那会儿武汉还没沦陷。恩施的原来的军方，国军军方就听说新上任的司令在路上被伏击打死了，立马组织几路部队去追剿这个土匪，因为他们把国军少将干掉了，那还得了的，惹了大祸，竟然追到奉节县，把这股土匪抓到了，而且把匪首打死了。那么在恩施就要首先，因为已经快到恩施的了，就要在恩施举行对国军少将刘季旅的公祭大会，就像追悼会。追悼会就在恩施的一个悬崖下面召开，那个悬崖叫挂榜岩，就是过去录取了高考录取，不叫高考，科举录取了过后要挂榜的地方，也是政府出文告要挂榜的地方，在挂榜岩这个地方举行公祭大会。国民党时期搞这种地方首长的这种公祭啊，这种追悼会啊，他也要凑人数，就要把恩施的中学生邀起来，也要坐在座位上啊听啊。我父亲那会儿正是恩施清江中学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参加刘司令的追悼会。然后追悼会上，这个公祭大会祭告我外祖父是用这匪首的人头，因为是找到了真凶嘛。据很多恩施老人回忆，就挂在那个挂榜岩的岩上，枭首示众。这当年恩施还是很野蛮的，枭首示众。因为我父亲后来跟我回忆就说到嘛，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那挂榜岩上，然后我们来参加一个莫名其妙的刘司令的追悼会。他万没想到几年之后，他娶了刘司令的女儿为妻。这个就是命运的神奇。更万没有想到的是，挂榜岩这一片土地在共产党来之后，变成了恩施最大的当年的，那不叫企业，现在叫企业，当年是叫湖北省汽车运输局恩施分局，就建在这个挂榜岩下，至今只是叫汽运公司了，至今已经叫民营化了没有国家的汽运公司了。当年我父亲在80年代竟然成了恩施州最大的这个
人口最多，所有的货运客运都归他管的这个地方的党委书记。当年他就在这个地盘上，参加追悼会，看着挂着2颗血淋淋的人头，然后他现在成了这个岩下面，我至今都记得那时候我父亲的房子就在那个悬崖下面，挂板岩下面，我们就住在那儿，父亲就指着那个当年纪念你外祖父的，就是在这儿，然后那人头就挂在这儿了。那公祭大会，你母亲参加了吗？我母亲那怎么可能去参加？公祭大会完了过后，那会儿竟然把我外祖父的棺材由国民党啊，就他们的不知道是军方还是政府方，竟然运回武汉，那会儿叫福州归乡，要埋入祖坟。到了武汉过后，要埋进天门的刘家祖坟，那是我外婆以一个被休掉的前妻的身份去扶灵而归，那个她的新太太是不去的。所以您外婆的这种情深意重，所以说是在天门干邑一带讲到我外婆，就是人中的典范啊，就是竟然有这样好的妻子。是我外婆亲自去从武汉把那个棺木迎回刘家祖宅，将她的前夫埋进祖坟。然后那个外祖父后面娶这个吴姓太太，其实说起来也是另外一个命啊。紧接着她丈夫死了，虽然丈夫攒下的金银财宝这些都在她手上。但是紧接着武汉失守，国军大撤退，他2个儿子，他把他的大儿子，其实血缘上说要算我的亲大舅，只是说不同母的大舅，但是同父的大舅舅，把大舅舅委托给了撤退的当时南京政府国防部的一个官员，那个国防部的官员，到底是跟我外祖父是有黄埔同学之谊啊，还是有什么？竟然带着这个朋友的儿子遗孤，就是我大舅，一路撤退到了台湾，而我外祖父这个后妻和小儿子太小了。那军政府，你丈夫已经死了，不可能带你到台湾，就留在了武汉。这个大舅我自己没找到，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我母亲拒绝我们认这一个系的亲，我母亲深怀仇恨。那大舅后来在台湾。他是国防部的人带过去的，到底后来怎么样的一条道路，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这个小舅舅和他的妈妈的作为国军的遗孀受尽了历次运动的欺侮侮辱。这个小舅舅连初中据说都没上到，就赶到农村。下乡，然后后来招工，在武汉一个锅炉厂当了普通的工人，也没什么文化。据说当两岸开放探亲过后，这个大舅舅要回来找妈妈和弟弟因为他带出去的时候也就10多岁，是有记忆的人了那他的那边带过去的人也会告诉他，你的父亲是谁，你母亲是谁的，你弟弟还有个但是回来在武汉曾经回过一次，找到了他的母亲和这个弟弟，兄弟相见，那已经天壤之别。那边极可能是国军的一个退休的高官了，这边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两个弟兄之间，就像龙应台见他的那个哥哥一样。大江大海里面，龙应台写他见他那个乡下在长沙被他爸爸妈妈扔下的亲哥哥。
同一个血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下面，受到的教育、性格，一切天壤之别，无话可谈。除开留下一笔钱之外，可能以后终身可能都没往来。这就是我们母系的故事。在这一段回忆中，就是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听你母亲和外婆讲这些故事？那我从小在文革期间，那是这个话题是禁区的，我母亲是碰都不会碰的，但我外婆总是。其实我外婆，我最后，尤其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我外婆，我从来没恨过她的丈夫，就我母亲恨。其实外婆一直还是有爱的，一直爱。我回头把我外祖父的照片，待会儿我从手机调出来也看一下。这是从孙春龙从台湾忠烈祠找到的照片。我连整个我外祖父的弟弟，后来在中国很有名的农学大师，他都没有他弟弟的照片，就是我的没有他哥哥的照片，整个在大陆都没找到这个照片。最后还是在孙春龙在台湾忠烈祠找到了我外祖父的黄埔军校的照片，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我想问的是，我外婆和外祖父一表人才。这段记忆，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然后在你内心里头，其实留下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几岁的时候，我外婆经常言不由衷的在表扬我的时候，会用一个词儿说：“嘿，你这点你还蛮像你外公的。”就一个小孩子做事，在外婆眼中觉得他做的对、做得好的时候，他会用这个词来夸，说：“哎，你这点还有点像你外公的。”我又没见过外公。当他这是用个褒义词来提外公这个词，说明他对这个外公这个人物，对他的这个前夫，也不叫前夫，他没有后夫，就对他这个丈夫是没有恨的。我后来当我看到外公的长相的时候，我能想象，在民国的清末民初的这样一个少女嫁了这样一个军官，那是她一生唯一的男人，哪怕被抛弃了，他还爱着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外公真是长得帅。所以对这段回忆，就是其实可能让您比一般人对这个家国的这个历史更有好奇心。第二，也不会像一般的中共政权下面长大来的孩子对国民党，对国军这些认识有现有的这种政治语境下的这些认识，是吧？是有一个隐秘的一段家族记忆的。那是啊，他这个。在后面当我讲父系的故事的时候，就是才发现我的这个家族父系母系啊，就跟国共的历史啊，我讲得很深很深的一些，只是我们是基层角度上讲得很深，不像张义和的那些家族，他是在高层跟国共讲得很深。我再好奇的就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记忆，就你每次听到这个时候，你现在回想的时候，你当时听到你母亲讲外公的时候，我母亲从小培养给我的就是仇恨外公，仇恨他的父亲，仇恨教育。我妈妈让你也恨。对，就是因为这个外公不仅给他带来了被抛弃的这样一个仇恨，还有关键是他在共产党时代，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说他是国军的那个小姐，他还要为父亲，为他这一个从来没管他的父亲，还要为他背罪。他从这个角度，他也恨他的父亲。但您学会恨了吗？对我来说，童年少年这件事情是与我不相关的一件事情。但您母亲本身是很有爱的人。我母亲很爱他，一生就恨他父亲。谁都不恨，就恨他父亲。对。